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的这款基于玩具配色的天火。盒子的外包装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个风格，这款的样式包括后边的这些线条、文字的印刷，都是和基于老玩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其他的方面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回配件中会多附带一把小小的改锥，非常迷你可爱啊！还有一张脸部的替换面雕，因为这一款是一个戴面罩的头盔啊，这个面雕可以通过改锥由自己的喜好去替换。当然是很久没有讲玩具背后的故事了，我也是特意把这一期留了出来，来讲一讲基于玩具天火背后的故事。这一次呢 NA 首先来看一下机型吧，上面做了非常漂亮的彩色条纹涂装，而且驾驶舱这个地方也变成了茶色的玻璃件，机头专门涂出来了一个大红的颜色，和背包一样。而且武器，这是这回最大的一个改观，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枪。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了，这把枪是 VF-ES 的，也就是本身来说，这架机的原型就是超时空要塞，而且是剧场版里边，可曾记得爱里边一条辉登场的时候开的那一架飞机。明显的看到这里是黑红相间的条纹，这是一条辉的配色。S 型号是队长机，在 TV 版里边，它是福克开的，或者叫福卡，它是黄色的条纹的，但可以看到这些细节都非常相似，包括驾驶舱盖的这个茶色的这种涂装的味道。这又说到为什么我把这台老古董拿出来，因为记忆玩具的原型还真就是它，就是这个模具，真的也算是当时被称为骷髅机嘛，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海盗骷髅的标志，也算是一代人的怨念吧。曾经来说啊，谁能有一台这样的老古董飞机，其实比有记忆的擎天柱在我们当地来说还是受小伙伴追捧的，因为这台机太经典了，所以以至于经典到了孩之宝看见它都眼红。但当时来说啊，孩之宝的变形金刚系列其实容纳了非常多日本的可变形机甲动画片里边的角色，大杂烩把这些玩具统统整合起来，靠着孩之宝这个大帝国的背景，然后一起统筹起来，我们一起做宣传，大家有钱一起赚，是不是很嚣张的？在80年代来说啊，可以说孩之宝也算是一呼百应吧。当然其中有什么资本的小手段，或者说有那种不愿意合作的，那就是后话了，那个东西我们也不深究。这其中呢也有那个头铁的。超时空要塞的版权本身就是个很混乱的东西，孩之宝想出这个飞机的玩具，想靠这个模具去卖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版权都不给你。但是呢，孩之宝走了一个旁门左道的，因为当时的玩具制造公司通卡其实和孩之宝这边已经合作了很久，所以孩之宝间接的通过了通卡的玩具公司获得了这款飞机的玩具版权。所以呢，这也是机一造型的天火在动画和玩具上边差距这么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机一的玩具天火是谁呢？就是它，就是这个模具一模一样，变形机构造型什么的都差不多。孩之宝改在了哪些地方？小孩子们玩玩具可能会发现危险的地方。当时这架飞机这个鼻尖就是这么尖，然后孩之宝给这里切了一刀，把这个机头的部分过得更圆润了一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动画片里边看到一个方鼻头的天火，这就是在玩具上边打秃了，把这个尖儿给你磨掉了。基于玩具的造型，你会发现这里也穿着一个包，穿着一个红色的包，包括腿肚子侧面这里的装甲。原因就是因为这套包的造型，背包所谓的造型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腿甲。要是这个东西后来被继承到了 IDW 的天火里边，当时 IDW 天火也会带一些闪着红色电镀亮闪闪的一些武器包啊，装在身上的效果。然后后面离谱的事情就又来了，在拿到了玩具的 VF-ES 版权之后，孩之宝已经开始生产天火了，但在动画片的剧集里边，天火还没有正式登场。可是它的玩具广告先播出了，在早期的天火广告里边，它的人形也好，飞机形态也好啊，说白了就是穿着包的红色多涂装版本的
VF-ES。记忆玩具最初的广告里边的造型甚至几乎都跟这个差不多，头雕也是现在的样式，有着头炮，戴着面罩。结果到了后来，在动画片 TV 版里边，天火正式登场的时候，海之宝马上给天火重新改了一个造型，完全重塑了一个样子以后，尽量的想把天火的造型和当时的 VF-ES 完全的区分开来，所以最终有了我们动画片里边所看到的那个大个子、脑袋突突的形象，头上已经取消了头炮，但身上有着这一身包装下来以后的那种装甲的感觉，硕大的背包。其实很多小朋友们都会觉得莫名其妙，一架这种大大的飞机为什么背后会背着这么大的一个累赘一样的喷气背包呢？它的比例也不合适啊。但问题就是这个背包也是被演化下来的，所以以至于到了后面啊，玩具做出来了和动画片里边完全是两码事的感觉，这也是让 G1 时代的玩家们感觉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对于80年代那些喜欢变形金刚、收藏变形金刚、玩变形金刚玩具的玩家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拿到玩具的时候，同样是海之宝出的，写着变形金刚、写着天火的玩具，和动画片里边的认知度差别太大了。同样的还有铁皮和救护车，所以后来也有了G1动画里边偷换概念这么一说，也是从这些地方慢慢的衍生过来的。这一次啊，起落架的部分用了灰色的零件放在这个地方，稍显突兀。更显突兀的是这两块用了一个灰色的零件，没有任何的涂装就放在那里。它模拟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两块合金零件。当时的老玩具啊，真的非常良心，这些地方都是大大的合金块，为了实现这个理论上的变形方式。本身来说，这一块如果说按现在的结构做，非常的不结实，所以包括后来的 Y 社也好， A 社再版也好，甚至后续万代在做1:48的大比例的时候啊，这个变形的步骤全部改掉了，改成了那个 T 字连杆，也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模式啊，因为这个毕竟太不坚固了，为了造型美观的话，把这个地方舍弃掉了。但在设定稿里边，这个1系、0系它都是这么变形的，就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凭空把这条腿180度翻下来。但老玩具它还就撑得住，看看这个凸点卡扣卡的有多稳，看看这个合金块有多厚实，非常靠谱的一个结构。只是可惜它的美型就显得矮板了一些吧。所以 NA 的天火呢，无论是深灰色的起落架，还是机头侧面的这两块深灰色的零件，应该是为了致敬这些合金零件的一个质感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做的再有诚意一些，索性直接把这些零件换成合金件，反而会对老玩具来说，这致敬的元素就更棒了嘛，对不对？谁会嫌弃合金多呢？那我们接着来变形，机翼折叠起来，腿部往下拖出的时候，记得先往下折一档，再拖开引擎的部分，整体的 Z 字套上卡扣，左右卡扣拨开，打开盖板，这个地方插的还挺紧的，先翻出脚丫子，盖上腿板，再把这一块拽下来。脚后跟的这个位置啊 ，NA 为什么这会这样做？做了一个前脚掌，做了一个后脚跟，我觉得也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因为 ES 的脚丫子就是这样的，而且老玩具精彩到了，它中间做了一个齿轮，你掰一面的时候，另一面会跟着动，直接自动变形出来，非常良心。但 NA 在脚丫子上面也做了一些文章啊，它这里做了一个方便指甲抠入的扳手。但是你把它折开以后呢，这个扳手的位置再折到脚心里边，就不影响它了。同样啊，之前我记得也有玩家在原色版里边有提到说，这个天火不还原，它脚后跟太长了。G1 玩具、G1 动画造型的天火啊，这脚后跟是没有的。
没有也行，你别变它呀，对吧？为了还原这块别变出来就行了。只不过啊，这样的话背包这个地方太厚重了，这样会站立不稳固，所以呢，这个零件只是起到一个支撑的效果。再然后尴尬的就来了，超时空要塞系列啊，名气大，就因为它是一个3变的飞机，也是当年所谓的和森正治 G 形态吧。虽然来说啊，这个形态算是一个半变形未完成的样子，但多多少少也代表了一个年代的记忆感。只可惜呢 ，NA 这一回的 G1 玩具天火并没有模拟出来这个形态，因为胳膊全缩在了背包里边，而且因为结构的关系，你无法把胳膊放到前方来，再加上胯部这里的一个关节位置啊，它也不在这里。老飞机它都做到了直接把腿往前折，所以这一节拉不过去，而且膝盖没有前折关节。当然你可以脱开这个卡扣，但是脱开以后幅度也有限，会被前边这个膝盖夹挡到啊。所以 G 形态做的很尴尬。首先做不了机头斜点地，其次外八字脚反关节折不出来，只能模拟一个大概齐的样式吧。不过说实话，这个造型啊，在飞机形态下露着2只脚出现在动画片里边登场的造型，在记忆动画里边还真有这个形态出现过。但别忘了，老玩具它就是良心，老玩具可以做出来 G 形态，哎，你说厉害不厉害吧？唯一可惜的就是老玩具也是碍于当时的技术限制吧。别忘了，这台飞机就现在的这个玩意儿是跟 G1 擎天柱差不多的年代，甚至比 G1 擎天柱更老的设计。虽然做不了八字脚，但这个机头斜点地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哎，老玩具这全身齿轮关节掰着嘎嘣嘎嘣的，就是爽。好，我们接着继续来变 NA 胸甲往开打。哎，这个地方的一条回条纹的既视感就出来了啊。然后把这2块藏起来，这个小盖板给它打开，下方这里的卡扣打开折叠，然后把这个已经改了非常多这个尖锐地方的机头塞进去。好，身体我们先炸成这个样子，接着拆背包，一边打开，另一边上下的卡扣 Z 字折叠缩进去，2个飞机翅膀先折起来，接着拉起2条手臂，翻起2个板子，进行一个180度的大翻折，这个感觉太棒了。翻折过来贴上去，这个背包的变形过程是真的爽。抠出2个小板子，缩窄结合，合并以后板子这里贴合，然后前方的机头拉开，拉成方框，脖子套上来，肚子里这一片装进去，这一块贴上来，前后维度的锁钩压上，背包 Z 字折叠拉下来锁上，手臂变形，好，也是接着把我们的老玩具变形一下，开始嘎嘣，开始爽。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架飞机现在也有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了，但是依旧很爽啊！掰这些齿轮关节，主要是你放心，你看看这下边有多少的超厚的合金块，它不是合金的连接杆，也不是什么片片，它是合金块。
这里边还有一个弹簧的锁钩，看见没？它的锁扣位点都是弹簧的。老玩具的诚意就是足，没别的。这块的黑色零件我们再把它翻进去，当然这里是要贴汽车人或者霸天虎标志的。来，再仔细对比一下，看细节吧。首先，因为老玩具我这套是没有包的，这里就不做展示了，我们只能拿出来这个新版的进行一个对比。包其实造型来说已经区别很大了，因为后续的海之宝改良了很多。但翅膀的元素、胸口的涂装、头部的造型，可以说这两款头部几乎是一样的，但唯一就是区别头炮这4个尖锐的地方，肩部的涂装刻画，枪造型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少了统合军的铭文。再对比老玩具，看涂装的细节，胸口这里的一个条纹过渡，裤裆这里为什么涂成一个红色呢？其实它模拟出来的是这个机头的鼻尖儿，因为在飞机的形态下，这个机鼻尖也是一个红色的嘛，这里也是突突的。驾驶舱的位置用那种茶色的感觉，这边的进气口，所谓G1玩具的天火，它这个裤衩为什么这么怪呢？这里会有一个涂装，而且明显感觉到这个裤衩的造型应该是和腿连在一起的吧？问题就出在这里本身是 VFES 的进气口，所以呢，在G1动画后续虽然说改变了天火的造型，但在元素上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再往下看，其实膝盖这里的造型和涂装也是差不多的，这里的2个起落架也是为了仿造G1老玩具的这个合金件。鬼肚子这里G1天火的造型会突然鼓起一个红色的包，就感觉这个包也挺突兀的。问题就是这也是它当时装甲包的一个变种。所以总结来说，G1玩具的天火，或者说G1动画后续改进了造型之后的天火，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是脱离不开老早年间的前辈 VFES， 因为就是照着它来的，而且G1玩具也就是这个模具。海之宝在80年代开始就是为了一个赚钱不择手段的厂家，他可以把跟自己毫不相关的东西强行的整合到了自己的 IP 之中，然后给他改一个造型，给他写一个故事，给他后续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吧，但最后的玩具我卖的还是你的模具，你的设计。我知道现在版权拥护者们挺破防的啊，但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所以呢，不管说是百变雄狮也好，超时空要塞也好，到了海之宝这边都不叫事儿，都可以办它。归根结底，我们说的是 NA 的这款G1玩具配色的天火，但也从刚才我们所聊的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再次证明了G1玩具天火它这个颜色涂得很对。海之宝这边呢，以至于到了围城时代才出了一款和动画片里边的样子非常像样的天火。在中间这么多年之中，天火一直是一个空白的角色。问题就出在了海之宝当年为了挣钱做了一个非常唐突的决定，这个东西太帅了，这也是我个人珍藏的老古董之一啊。虽然当时收回来的价格并不便宜吧，将近1000块的价格，但这个东西可以说尤其保存这么好品相的也并没有怎么发黄的，买一个少一个了。这东西将来以后就是有价无市，毕竟吃年代啊，这个东西年代放在那里，而且万代最近也没有发现再版这个模具的情况，而且毕竟还是个对讲机嘛，所以真的这个在收藏架里边相当喜欢。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超时空要塞的粉丝啊，买的飞机也很多，但所有的飞机里边个人最爱的还是它，真带感。那么的今天玩具背后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 NA 的G1玩具配色天火还是挺有梗的，涂装造型来说做的还是很有韵味的。